当你们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张图片上面发根的地方其实非常的短，也就是天然色度的地方非常的短。下面的这些呢的颜色呢，中间有一个颜色，发尾这个地方有一个颜色，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它离上次染头发的时间非常的近。当然你也可以跟他聊说，哎，小姐，你离上次染头发什么时候染的？哦，我是可能2个星期前染的，然后这个颜色褪得非常难看，所以我才来做这件事情啊，回来再去染。好，那我们现在看他的头发，这个头发上面有没有人工色素？它是有大量的人工色素，就是离他上次染，就是他上次染的头发，这些人工色素退没退干净？没有退干净。哪些地方？这个地方特别多，发中的地方特别多的人工色素，发尾反而怎么样？发尾反而少一点。为什么？因为它发尾的地方曾经烫过，对吧？所以它的人工色素褪色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发尾的地方更接近于底色。但是发中的地方呢，人工色素特别多，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看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底色。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技术啊？有一个什么技术呢？大家可以听一下哈，就是这个技术叫什么？叫做透过人工色素来看底色。透过人工色素来看底色，听得懂了这个技术吗？叫做透过人工来看底色。但是这个技术呢，不是所有的头发你都能看得懂的，就是你不是所有的头发你都能够透过这个人工色素看到底色的。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透过人工色素看底色呢？这个就是非常专业的啊，你就是要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说的染发的经验啊，你很专业，你才能够透过人工色素来看底色啊。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女孩子穿的衣服，能够看到这个女孩子的身材好不好。明白我意思吗 ？OK， 就跟这个概念差不多啊。那不是所有的你都能看得到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说这个女孩子她全头漂浅了，漂浅到8度，一个底色黄色全头漂浅到8度黄色，然后她觉得这个颜色太浅了，她不喜欢，怎么办呢？她在全头这个地方又染了一个什么？又染了一个 2.0。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透过 2.0 来去看头发里面的8度底色，你又不是神仙，你没办法看的，对不对？你不知道它里面的这个底色是8度，因为 2.0 这个颜色太深了，完全就给盖住了，我没办法看到这个里面的8度的底色。但是我知道这个头发上面是有很多 2.0 的这个什么人工色素的，像这种情况我们是没办法怎么样，没办法透过人工色素看底色的。除了这样子的情况以外，像是现在我上面的这张图片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是可以分析出来的，可以透过这些人工色素来看到头发里面的什么底色。为什么？因为第一，它头发上这些颜色它不是冷色，如果它是冷色，它的底色下面的底色它一定是超过7度的，超过7度以后它才能呈现出这么冷，对不对？只有在7度以上才能呈现这么冷，对吧 ？OK， 第二是什么呢？我可以透过现在头发上这个人工色素的透光度浅的程度到底有多浅，浅的程度来去预判它的头发的底色到底在一个什么程度到底是在6还是7现在这个头发，我给大家先预判一下，大家是跟着这个思路先走一下现在这个女孩子的头发在发根的地方，天然色度可能是 3.5 度左右。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子的头发特别细她特别容易被染浅，所以我把这个头发的这个根部的地方判定为 3.5 的天然色度。发中这个地方，因为它没有烫过，上面人工色素特别多，我透过这些人工色素感受到，其实它发中的地方的底色呢，应该是在 5.5 到6度这样子，是比较深的。发尾的这些地方曾经被烫过，也被染过，但是现在褪色比较厉害。那人工色素呢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些发尾的地方已经达到了什么？达到了 6.5 度左右的底色当然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大量的人工色素的我只是透过这些人工色素来去判断里面的底色到底是什么颜色。那针对于这样子的头发，我想去给它染颜色，再去跟它沟通的时候，它如果想染一个冷色，大家可以直接用冷色去染吗？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上面有大量的暖色的人工色素，如果我用冷色的人工色素去染，
第一，发根这个地方和发中和发尾染出来的颜色全部都不一样，除非你染一个非常深的冷色，直接盖住。除此之外，你想染一个比较浅一点的5度、6度、7度、8度这样的冷色，你染完了以后，这个颜色整个是花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些暖色的人工色素会影响到你接下来上去的这个冷色的人工色素。那怎么办？像针对于这样的头发，我们就需要什么？先把上面的这些暖色的人工色素干嘛？先给它洗掉才可以啊，把它洗掉才可以。然后我看看这个还有没有这个照片，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好，啊，这有的，好，这是最后染完的效果啊，这是最后染完的效果。这个其实操作我也是给你们，我好像在别的那个号里面给你们看过了啊。那这个是它染完的效果啊，这是原来的样子，这是它染完的效果。你会发觉染完这个效果，这个头发的效果，是不是这个颜色要比现在头发上面人工色素要冷啊？如果直接染，能不能出现这个效果？这个均匀的效果和这个冷色是不行的，所以我必须要把什么上面的这些头发怎么样，这些暖色的人工色素给洗掉。那洗掉这样子的人工色素怎么洗呢？就是需要我们退浅它了。这种退浅呢，我们就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啊，现在我其实就给大家讲的，其实改色的一小部分哦，改色的一小部分。我们有一个方法叫做沐浴退浅啊，沐浴褪色，也可以说为沐浴漂啊，沐浴褪色。那什么是沐浴褪色？因为针对于这种已经染过了啊，染过人工色素，头发下面一定有底色，我们又很难判断它这个头发下面的底色到底有多浅。我们很难判断的时候呢，我们就用沐浴褪浅。那沐浴褪色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慢慢的让我们看见下面的底色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它就有点像一个仪器一样，让我们来更清楚的分析这个头发我们要用多大力度去漂浅它。沐浴褪浅是什么呢？漂粉加什么？加低度双氧。OK， 加低度双氧。什么是低度双氧？3%、6%这两种叫做低度双氧啊，3%、6%不能够超过6%，这个叫低度双氧。OK， 漂粉加低度双氧，然后在什么样的头发上呢？在湿发上。在湿发上，这个头发是湿的啊。假如说你想要退浅这个头发，想这个上面的人工色素退掉，你先去干嘛？先到洗头床那把头发给冲湿。然后用毛巾把上面的水怎么吸干，在湿发的情况下，用漂粉加低度双氧，针对于湿发这些有人工色素的地方，先怎么样？先涂在上面。这个时候的话呢，尤其是像他的头发，我们先涂哪里啊？是不是要先涂发中啊？发中的人工色素特别多，涂完发中以后再涂发尾。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面的这些暖色的人工色素会慢慢的被怎么样？被淡化，或者是怎么样？被它清除上来。然后清除的差不多以后，我们再涂哪里啊？再涂发根。这个时候啊，整个头发的底色就会非常的均匀，呈现在一个我们说完整的底色上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上色，所以出来的颜色会非常的漂亮。因为他就想染冷色，没办法，对不对？那如果他还想染暖色，它不影响，那 OK。但是如果影响，我们就必须要用沐浴褪色的方法啊，这个是其中沐浴褪色的一个方法。漂粉加低度双氧加湿发。那有些人问了，老师，这个漂粉和双氧是到底要怎么来调配？1:1还是1:2还是1:1.5？这个根据你当时的情况来调配。你选择3%还是6%，跟当时的情况。像现在上面我给大家举例子，这个头发，它的头发比较细啊，比较细软。我选用的就是3%的双氧，我不想用的那么力度很强，因为它这个颜色，我认为它这个人工色素很容易就退掉了。所以我选的是3%的双氧，调配比例呢也是1:1.5啊，调的也是蛮稀的啊，不是特别厚。然后就针对于这个头发，先去这些人工色素，在去掉人工色素的过程当中，它的底色也会被怎么样？也会被漂浅啊。当我们退的差不多了以后，我们还要再涂哪里啊？涂根部。那根部是天然长出来的黑色的，我也要涂啊。最终要底色怎么样？均匀，然后我再去上色，好不好？